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成。今天我要说的是JoJo第6部中被 Dio 称之为最弱的替身。不是隐者之子啊，老东西的替身不算，而是生存者。要说这个替身，我们还得把时间倒退到星辰十字军之前。早在 Dio 和神父刚认识的那段时间，普奇神父与 Dio 经常互相乘坐飞机来回幽会。在那时候啊，Dio 就提出过一个替身能力没有高低之分，国王厨师各有所长的一个理论。自然了，老东西的替身依旧被排除在外。为了向普奇证明这个论点， Dio 说了这样一个故事。1987年，在法国的罗兰地区发生了一场山难事故，6名登山客全部遇难，但这却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事故，而是人为的。也就是说，这6个人是互相殴打致死的。那力道足以将对方杀死的同时，自己的骨头亦会粉碎，连被打飞的牙齿都嵌入了山石之中。Dio 在事后得知了这场事故的起因，这6人曾在一幢山顶小屋中借住过一宿，而他们之中有人和屋主起了争执，起因则是有人嘲笑屋主的体味。没有人能想到，这便是导火索。这个屋主受到的嘲讽激发了他强烈的愤怒，而这种情绪演变为了一丝丝微乎其微的电流散布在地面上，这便是他无意识使用的替身能力了。人体神经细胞释放的生物电只有微弱的7%伏特而已，这个替身的能力就隐藏在这7%伏特的电流之中，它会激发生物最原始的愤怒，这种情绪会掩藏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受到生存者影响的人最终会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并激发出争斗的本能。一旦开始，直至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死亡才能停止。最开始的信号是能肉眼观测到他人的肌肉线条。普奇曾向 Dio 要到了这个替身本体的位置，后来蕴含着生存者替身能力的光碟被普奇放在了一个名叫古球的男性罪犯身上。他因为强奸和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5年。这个人因为其丑陋的外形、怪异的性格，而使得他周围的人总是时常引发争执。普奇因材施用，为了满足 Dio 日记中上天堂的前置要求，将古球也安排到了禁闭室中，为的则是让禁闭室中那穷凶极恶的36个人互相残杀。他的外形类似于超小号的玩具飞碟，金黄色的身体中间盘踞着一张怪异的替身脸孔，其替身身形极为渺小，不注意根本没有办法察觉。不是实体替身，没有办法被普通人察觉到，是复数形态。生存者的能力可以说是最弱的同时也是无解的，唯一躲避的办法便是远离这个替身本体，不然的话，生存者会散布在潮湿的地表等一切能够释放微弱电流的环境之中。而一旦你被替身能力所干扰到了，你就只能将周围的所有人全部杀死，或者说你自己彻底失去战斗力。不然的话，就算是徐伦将监狱看守杀死之后脱力的状态下，他依旧保持着杀心。缺点呢是这个替身发动之后啊，除了自己以外，不论敌友都会受到相同程度的影响。这个替身的原主人就曾经害得自己也家破人亡。替身面板破坏力1，速度1，精密动作1，射程1，成长性1。好家伙，着实是一个武亦凡了。生存者的体型其实也就注定了其根本就没有任何替身本身的功用，就像是一堆散落在地面的小飞盘而已啊，没手没脚没破坏力，形如龟速，毫无精密性可言，更不能离开本体。其实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成长性，能力呢也被固定了。好在其实附属替身可以拥有多个个体，不然的话估计这个电流啊它也散布不出去多少。持续力 C， 这个 C 的持续力指的也的确是生存者能够存在于外界的时长，也就是说比较短，即便其放出生物电也是短暂的影响一下生物的神经系统，但是它的这个影响效果是你持续到死亡为止。不过呢应该这么说哈，这个效果持续到将在场的所有人都杀死为止。这个替身可以说是真正的死斗恶魔，要么你把我杀了，要么我把在座的各位全杀了啊，就这么简单。这么弱小的一个武艺替身，连Dio都觉得烫手，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将其收为部下，连神父都得躲得远远的。这个替身其实根本就没有被徐伦等人发现，古球也没有被发现是替身使者，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说，这个替身的隐蔽性真的是强无敌了。自然了也没有打败这个替身的方法，你根本没办法打败他。你即便你把他本体杀了，他替身的效果依旧存在，除非你自己脱力、昏迷，亦或是你把周围所有人都杀完，否则根本无解。好了，我是冉生，大家下一期节目想看我介绍第6部的哪个替身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留言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